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37岁赵丽颖王者归来，新片口碑炸裂，震惊整个娱乐圈。37岁的赵丽颖在浪琴直播间惊艳亮相，同时主演电影《浴火之路》入围长春电影节金鹿奖。从农村女孩到收视女王，她凭《陆贞传奇之否》等剧封神，又以《风吹半夏》斩获飞天奖、金鹰奖双料视后。非科班出身的她，用坚韧打破质疑，从电视剧到电影完成华丽蜕变，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。时光似乎对赵丽颖格外眷顾，37岁的她不仅没有岁月的痕迹，反而越来越光彩照人。在最近的浪琴直播间里，她一袭黑色长裙，长发披肩，笑容温暖，皮肤白得仿佛能透出水来。谁能想到眼前这个优雅迷人的女子，已经是孩子的妈妈？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样的状态，谁能相信她已经37岁了呢？双引号。不过，赵丽颖的魅力不仅仅停留在外表。就在同一天，一个让整个娱乐圈为之瞩目的消息传来，她主演的电影《浴火之路》成功入围2025年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影片。这一消息迅速登上热搜，引发了广泛讨论。要知道，金鹿奖可是中国电影界的重量级奖项，能入围的影片无一不是精雕细琢的佳作。《浴火之路》不仅票房亮眼，口碑更是一路飙升。赵丽颖在片中饰演的李红英，将坚韧与母爱诠释得淋漓尽致，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其实，赵丽颖的电影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作为从电视剧起家的演员，她一度被质疑是否能在电影圈站稳脚跟。然而，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。2024年，她在张艺谋执导的《第20条》中饰演配角郝秀萍，虽然戏份不多，却用细腻的表演打动了无数观众。这部电影不仅斩获24亿票房，还为她带来了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和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 AFA 新世代奖。此后，她的电影事业更是势如破竹，主演的《乔妍的心事》不仅入选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还在新加坡国际影展上大放异彩。而在冯小刚执导的《向阳花开》中，她挑战饰演一名刑满释放的女性角色，再次展现了她的演技实力。赵丽颖的成功绝非偶然。她出生在河北廊坊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，从小与娱乐圈毫无交集。2006年，19岁的她偶然参加了雅虎搜星比赛，凭借一张证件照意外获得冯小刚组的冠军。然而，接下来的7年，她一直在跑龙套，演着丫鬟、妹妹等小角色，甚至被导演嫌弃脸太圆，不适合当女主角。直到2012年，她凭借《陆贞传奇》一炮而红，从龙套女一跃成为收视女王。此后，她的演艺事业一路高歌猛进，《姗姗来了》《花千骨》《楚乔传》等剧集让她稳坐古装女神的宝座，而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更是成为经典，至今仍在各大平台反复播放。2022年，赵丽颖凭借《风吹半夏》成功转型，饰演的许半夏是一个敢拼敢闯的女企业家，角色接地气又真实。这部剧不仅收视率稳居全国第2，还为她赢得了第34届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和第32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。这2座奖杯几乎代表了中国电视剧界的最高荣誉。2024年，她的《与凤行》更是创下4大平台热度破万的纪录，成为内娱的独一份。赵丽颖的成长之路充满了艰辛与坚持，她没有科班出身，全靠自学和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。她曾被嘲笑土气情商低，甚至演技也一度遭到质疑，但她从未放弃，而是用一部部作品证明自己。与她的开挂之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幂的《生万物》。这部剧开播时备受期待，但随着剧情推进，杨幂饰演的角色逐渐失去光彩，让观众大失所望。2位同为85后的顶流女星，职业路径却截然不同。杨幂近年作品频频翻车，
而赵丽颖则稳扎稳打，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。赵丽颖的成功不仅在于她的努力，更在于她对角色的精准把握和不断突破。从电视剧到电影，从古装女神到现代女强人，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。她的故事，正如她饰演的角色一样，充满了坚韧与希望，让人不禁为之喝彩。37岁赵丽颖王者归来，新片口碑炸裂，震惊整个娱乐圈。这句话不仅是一种媒体标题式的渲染，更是许多观众在亲眼见证她在大荧幕上的爆发后，发自内心的感叹。过去的几年里，赵丽颖经历了人生与事业的双重考验，她既要面对身份转变后的自我调整，也要在行业风云变幻的环境中寻找新的突破口。在这个年纪，许多女演员往往会陷入转型难的困境，既要突破少女角色的桎梏，又要在更广阔的表演空间里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。而赵丽颖这次不仅完成了突破，还用一部作品让整个娱乐圈为之震动。回顾赵丽颖的演艺之路，可以说是一部奋斗史的缩影。她从无背景、无资源的北漂小演员起步，在群演的角落里默默积累经验，从不起眼的小角色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大女主位置。她的努力与坚韧早已为观众所熟知，但每一次新的作品依旧能够刷新大众对她的认知。有人说她是国民媳妇，有人说她是收视女王，可这一次，她用实力告诉大家，她远远不止于此。她不是固守在小荧幕的舒适区，而是勇敢地迈向更难的电影市场，用更高标准的作品来证明自己。这次新片的成功，首先体现在口碑的全面爆发。不同于一些高开低走的影视剧，这部作品在上映后保持了强劲的势头，口碑持续发酵，无论是专业影评人还是普通观众，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。许多人评价赵丽颖的表演更加细腻，更加有层次。她在人物的复杂情绪与内心挣扎中找到了精准的表达方式。这种表演不是单靠外在技巧堆砌出来的，而是源自演员对人生阅历的沉淀与对角色的深入理解。37岁的赵丽颖，正是凭借岁月赋予她的厚度，让角色更加真实动人。有人将赵丽颖与同期的女演员相比较，认为她的成功并非偶然，而是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。在娱乐圈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环境里，流量可以带来短期的关注，但唯有实力才能决定长久的地位。赵丽颖在过去几年减少了作品的数量，却在不断提升作品的质量。她懂得适时的慢下来，用心挑选适合自己的剧本，而不是被市场的喧嚣所裹挟。这种选择在短期内可能会被质疑为退步或失速，但长远来看，却正是她能够逆袭的根本原因。正如这一次的新片所证明的那样，她的沉淀与耐心，最终换来了厚积薄发的爆发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赵丽颖不仅在演技上获得了认可，她的个人状态也成为热议的话题。37岁的她，不仅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失去光彩，反而呈现出一种成熟自信的美。荧幕上的她，眼神坚定，气场从容，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力量感，是年轻演员难以具备的。正因如此，观众对她的喜爱并不仅仅停留在颜值层面，而是更多的被她的人格魅力和专业精神所折服。她的形象正在从流量偶像蜕变为真正的实力派中坚力量。当然，任何一次成功的背后，都离不开团队与行业的合力。赵丽颖这次新片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，一方面归功于导演与剧组的匠心打造，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整个团队对她的信任与支持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她本人愿意承担压力，愿意挑战自我，把每一个角色当成新的开始。很多演员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，容易陷入安全圈，只选择那些能够保证商业收益的角色。然而赵丽颖显然没有止步，她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，而事实证明，这条路虽然布满荆棘，却也铺满了掌声。这次的成功，
也让许多观众重新思考女演员的黄金期这个话题。过去，娱乐圈常常将女性演员的巅峰期限定在20多岁甚至30出头，仿佛年龄增长就意味着价值下降。但赵丽颖用她的表现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。她告诉大家，真正的演员不会被年龄所限制，相反，年龄带来的阅历与从容，反而能成为他们的武器。37岁的她，依旧可以在大荧幕上焕发光彩，并且比以往更加耀眼。这不仅是她个人的胜利，也是整个行业对女性力量的一次正面示范。而对于赵丽颖来说，这次的突破或许只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她用这部作品证明了自己能够驾驭更加复杂、更加深刻的角色，也意味着她未来的戏路将会更加宽广。从古装剧的清纯少女，到现实题材中的坚韧女性，再到如今大荧幕上的多维角色，她不断拓展着自己的边界。未来，她或许还能尝试更多类型片，比如文艺片、悬疑片，甚至国际合作电影。她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靠标签定义自己的演员，而是真正拥有无限可能的艺术创作者。观众在惊叹她演技的同时，也感受到了她身上的那种不服输的精神。赵丽颖之所以能够在娱乐圈立足多年，从来不是因为侥幸，而是因为她始终愿意比别人付出更多。她的故事给无数普通人带来了一种鼓舞，即便出身普通，即便没有背景，只要足够努力和坚持，依旧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这种精神才是她最打动人心的地方。她的成功不仅属于自己，更是一种象征，象征着坚韧与奋斗可以创造奇迹。如今，随着这部新片的持续热度，赵丽颖已经再次站在了事业的新高峰上。她的王者归来，不是昙花一现的热闹，而是经历过起伏后的沉稳回归。她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，每一次选择都带着清醒的判断。正因如此，观众才会在看到她的名字时，产生一种天然的信任感。她不再只是娱乐圈的一颗明星，而是逐渐成长为一种品质保证的象征。这种地位的形成，不仅需要实力，更需要岁月与观众共同见证。最后，也想借着赵丽颖的故事，和所有关注她的人说几句话。娱乐圈的喧嚣，往往让我们只看到表面的光鲜，却忽略了背后的努力与坚持。赵丽颖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成功，不是一步登天，而是一次次在跌倒后爬起，在质疑中前行。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厚积薄发，也让我们看到，年龄不是枷锁，而是财富。无论是在荧幕前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，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质疑与挑战，但只要我们拥有坚持到底的信念，就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赵丽颖37岁的王者归来，是她对自己的最好交代，也是对观众的一份惊喜。未来的路依然漫长，但她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走得更远。愿每一个欣赏她的观众都能从她的经历中汲取力量，去面对自己的人生舞台。毕竟，人生如戏，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。赵丽颖能在37岁再次震惊整个娱乐圈，我们又何尝不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呢？王一博冲击国际舞台，首战上海8小时耐力赛，赛车迷热血沸腾。王一博从男团偶像蜕变为职业赛车手，10月将挑战上海8小时耐力赛，首次征战国际长时赛事。从 GT3 冠军到突发退赛，他始终以下次再战的洒脱迎战。这个秋天，看他如何把热爱开进现实。他不是在扮演赛车手，他是真的在赛道上飞驰。10月，王一博将迎来职业生涯又一次重要突破，以 Uno Racing Team 车队2号车手身份挑战上海国际赛车场8小时耐力赛。这不仅是他首次参与国际级长时耐力赛事，更意味着他从玩赛车正式迈入职业赛车手的全新阶段。消息一经赛事官方公布，迅速在车迷与粉丝中掀起巨浪，
他好像真的活成了热血漫男主。双引号，回看他的赛车轨迹，有耀眼成绩，也有猝不及防的挫折。今年4月，他在 China GT 上海站首回合拿下 GT 上午3点组冠军，站在领奖台上喷洒香槟的那一刻，飒爽十足。但第2回合却因赛车突发故障无奈退赛。他没有丝毫萎靡，反而洒脱回应，头发甩甩，下次再赛。双引号。而现在，下次已经到来。9月 China GT 上海收官战，他将再度出征。10月挑战8小时耐力赛，这不仅拼速度，更是对体能、专注力和团队协作的极限考验。从男团偶像、演员到 EVISU 独家签约赛车手，王一博一次次主动跳出舒适区，把热爱变成专业，把人设活成人生。有网友说，他好像从不停留在原地，总是在挑战新的身份。双引号。也有人说，他让我看到真正的梦想，不是说出来，而是用实际行动跑出来的。双引号。这个秋天，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赛道，看85号车如何飞驰，看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人，如何把不可能开进现实。当娱乐圈的镁光灯一次次聚焦在流量与热度之上，许多人以为明星的一切价值都系于曝光率和话题度。然而，王一博的选择却一次次打破了这种固有的思维定式。他没有选择频繁出现在综艺与影视中刷存在感，而是坚定地走上了另一条路——赛车之路。如今，王一博正式官宣挑战国际顶级耐力赛，并将在上海迎来自己的首战，一场长达8小时的耐力赛。这不仅让赛车迷们热血沸腾，也让无数支持他的观众们为之骄傲。谈到王一博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演员、歌手、舞者，他曾凭借出色的影视作品和舞台表现稳稳站在顶流的位置。然而，真正了解他的人都清楚，赛车并不是他一时兴起的副业，而是从小埋藏在心里的热爱与梦想。耐力赛的难度可想而知，它不仅考验车手的驾驶技术，还要求他们具备超强的专注力、体能储备和心理素质。长达8小时的比赛意味着车手必须与高温、疲惫、压力正面交锋，这远远不是娱乐节目里几个小时的录制能相比的。有人说，王一博这是在冒险，毕竟他完全可以靠拍戏、接综艺继续稳固自己的顶流地位，不必去挑战这种危险且高强度的比赛。然而，正是因为他选择了少有人走的路，才更显得难能可贵。娱乐圈从来不缺乏红极一时的人，但真正能够跨界成功，并在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赛道上闯出成绩的人，却寥寥无几。王一博愿意将时间、精力和心血投入到赛车中，并不是为了增加噱头，而是因为他把梦想当作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一次的国际耐力赛首战，地点选在上海。对王一博而言，这不仅是职业赛车手生涯的重要节点，更是一个象征意义非凡的舞台。在属于祖国的赛道上迎来国际赛事的首次亮相，他肩负的不仅是个人梦想的实现，更是让更多人看到中国年轻一代赛车手的努力与实力。赛车迷们的热情支持不仅仅是对偶像的爱护，更是对这种拼搏精神的共鸣。正因如此，消息一出，全网瞬间掀起热议，热血、期待、自豪等词汇频频刷屏。不可否认，耐力赛的残酷性远超常人的想象。对于观众而言，看到的是激情与速度，而对于车手来说，却意味着汗水、危险，甚至随时可能的伤痛。王一博此前已经通过各类赛事证明了自己的驾驶实力和抗压能力，但国际耐力赛的级别和强度无疑是更大的考验。他是否能在比赛中顶住压力，如何与队友配合，如何在长时间驾驶中保持稳定心态，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。然而，正是这种未知与挑战，才让比赛本身更具价值。正如王一博自己多次所说，热爱能支撑我走得更远。他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
而是忠于自己的内心选择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王一博的选择也给很多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。社会中有太多人在为安全牌而活，害怕冒险，害怕失败，因而选择留在舒适圈里重复同样的生活。但王一博告诉我们，人生可以不必按部就班。如果心中有热爱，就值得去追求；如果梦想让你心潮澎湃，就该为之拼尽全力。即便道路上充满质疑与不解，真正重要的是，你有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。王一博的坚持，正是在用行动告诉我们，人生的价值不是别人安排的，而是自己选择的。也许有人会担心，王一博频繁投入赛车是否会影响他的娱乐事业？事实上，恰恰相反，这种跨界不仅没有让他淡出公众视野，反而让他的形象更加立体。一个敢于为梦想全情投入的王一博，比起一个只会迎合流量的明星，更具魅力和感染力。他证明了顶流不等于被束缚在流量里，而是可以用流量去支持真正热爱的事业。正因如此，他的商业价值依旧稳定，品牌方依旧青睐，而粉丝们更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骄傲与自豪。随着10月的赛程公布，更多观众开始讨论票价与现场氛围的问题。无论是几百元的入场票，还是上千元的看台票，都体现了赛车运动本身的高规格与高热度。对很多粉丝来说，能够亲眼见证王一博驰骋赛道，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。那些挥舞的旗帜，震耳的欢呼，不仅是对车手的鼓励，更是对梦想的礼赞。王一博将带着观众的期待与祝福踏上赛道，而观众也会因为他的坚持与拼搏而更加坚定对热爱的信念。回顾一路走来的历程，从舞台上的少年，到荧幕前的演员，再到赛道上的赛车手，王一博用实际行动重新定义了偶像二字。他没有局限于既有的光环，而是不断拓展自我，挑战自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收获了成长，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坚持与热爱的力量。他让我们明白，偶像不仅仅是用来追随的，更是用来激励我们去面对生活的榜样。结论上看，王一博这次进军国际耐力赛，不仅是一场个人的勇敢尝试，更是一次精神层面的传递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，无论身处什么位置，都有权利去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。他也证明了，娱乐圈的光环并不是他的全部，他更想成为一个用实力和热爱去影响他人的人。这样的选择，不仅不会削弱他的影响力，反而让他的未来更具深度和广度。最后，想要对所有的观众和粉丝说，当你们为王一博的勇气与坚持而感到骄傲时，也请不要忘记将这种精神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。也许你不需要去挑战赛车，也许你没有聚光灯的关注，但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，每一次努力，都是属于你自己的赛道。梦想没有大小之分，只有是否真心去追。王一博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即使道路艰难，只要你热爱，就值得全力以赴。所以，请你们在支持王一博的同时，也支持自己，勇敢去追逐那个点燃你心中火焰的梦想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